把电站建到太空里可以吗？生活在21世纪，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科幻变为现实。比方说太空电站。今年5月，阿特拉斯5号火箭就发射了一艘神秘的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它是隶属于美国太空军的 X-37轨道飞行器。围绕着这个飞行器的谜团其实有很多，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但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它本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太空电站展开测试。虽然太空电站这个概念已经在科幻小说里面存在了快1个世纪了，但真刀真枪的进入到太空当中测试呢，这还是人类的第一次。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太空电站，它要怎么建，发出来的电我们又该怎么用，它真的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太空电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覆盖在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移到太空当中去，让它们在那儿收集太阳能，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能量以微波或者是激光的形式传回到地球，最终呢，从地面上的接收装置里面把电能给输送出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对吧？所以这个概念自然出现的也是非常的早，早在1941年就由艾萨克·阿西莫夫写进了自己的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里面。顺便说一句此阿西莫夫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3定律的阿西莫夫了。然后到了1968年，美国航空工程师彼得·格拉瑟更是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专利。卫星太阳能发电系统真的早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科幻，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工程技术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天上去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在白天工作，还得要在白天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有效工作。第2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大晴天，我们的大气层也会将1/3的太阳能阻挡在地球之外。虽然太阳非常殷勤的每秒钟为我们送来17.3亿瓦的能量，但实际被我们利用的却少之又少。但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换到太空当中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估计显示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把它放上太空，它的效率将会达到地面上的40倍，是不是很诱人啊？的确你看技术可行，收益明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点把它付诸实践呢？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专利了呀，要是早点用上，我们现在还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吗？好吧，我要话锋一转了。尽管潜力巨大，但是太空电站想要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也有2个主要的原因，成本和效率。首先，制造和发射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巨型卫星的成本非常的高，粗略估计为一座城市供电的太阳能电站的造价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其次，我们目前还无法彻底解决能量回传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2种回传方式吗？微波和激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麻烦。使用特定频率的微波回传能量时，好处是它不会被大气吸收，于是就可以把太空电站放在距离地球表面35800公里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在这儿它几乎可以一直被阳光照射，而且始终停留在地球同一地点的上空，只需要在对应的下方地面上建1个接收站就可以了。但坏处就是这个接收站的面积将会十分巨大，因为微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会发散，到了地面上呢，它散开的直径可能已经高达数公里了。建这样一个与之匹配的接收站将会面临社会和经济2方面的挑战。那用激光呢？好处自然是它不会发散，传输同样的能量，地面上的接收装置可能只需要直径有个10几米就够了。但坏处是它会被大气吸收，为了少损失一点，你就不能把它建得太高，只能选择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了。好了，先不说在这儿它有多少时间真的是完全笼罩在日光当中，最大的麻烦是为了维持轨道高度不掉下来，它的运行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快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意味着它是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上空的。于是相应的地面的接收站就不能只有1个，而是沿着太空电站运行的轨道有很多个了。现在你不光要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了，还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了，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说到最后，太空电站看起来还真的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咯？不见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和效率难题似乎都有了解决的方向。先来看成本发射成本不用我说了 ，SpaceX 已经用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将它降低了很多，而且肯定还有空间。
制造成本，现在的太空电站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直接把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铺开，而是利用更轻更便宜的反光材料，先将光线聚拢起来，然后再反射到体积更小的太阳能电池上，成本自然下降了不少。再来看效率，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送回到地面上用呢？在空中用它就不香吗？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碳排放大户航空业，想要从烧油换成用电，最大的卡点在哪儿呢？电池。因为能量密度远小于化石燃料，所以一旦背着电池上天，飞机想要把自己送往远方都有点困难，更不要说加上乘客和货物了。那不用电池，直接接电线成不成？用太空电站的激光直接给它送电，可以吗？这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哦。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却并非脱离现实。早在2003年 ，NASA 的工程师就用10千瓦的激光来为一架装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型飞机供过电了。2008年，工程师们更是实验了用激光将20瓦的能量准确地送到150公里外的接收器上。当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能够被直接用在这些每天穿梭于地球上空的数万架飞机上时，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吗？当然，你还能想到哪些应用？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另外，如果非要发送到表面上用，月球的表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类的月球基地供电也很香。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球背电池上去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点紧巴巴的发射载荷怎么能浪费在低效又笨重的电池上面呢？其次，在月球表面建太阳能电站也不太现实，因为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自转下来差不多要1个月，意味着电站有2个星期是处在黑夜中无法工作的，这怎么行？最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激光是不会被吸收的，太空电站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宇航局、日本宇航局以及我们国家的航天机构都在对太空电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它上天的日子恐怕是不会远了。我们就一起期待科幻再一次变成现实的时刻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中头彩和撞上小行星，哪个更容易呢？人类在太阳系当中寻找另外一个地球的路上，会经过重重阻碍和困难，尤其是躲避各种各样的陨石撞击的画面，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啦。比如沈腾的《独行月球》，其中有一个热血沸腾的画面，就是独孤月驾驶着宇宙飞船穿梭在密集的陨石之中，左一个躲闪，右一个漂移，惊心动魄，帅气逼人呐。尽管修进了各种驾驶的骚操作，依然还是被陨石撞坏了飞行器。但其实这些都是在给陨石强行加戏呢。目前科学家在太阳系当中所探测到的唯一的小行星带呢，是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98.5%的小行星呢都是在这个密集区域里面被发现的。这里聚集了大约50万颗的小行星，它们受到太阳和木星的双重引力，在自己的轨道上日复一日的旋转着。可别看这是小行星的密集区但这个密集跟我们认知当中的密集呢是2个概念在动辄就以100万公里计数的太阳系当中呢，小行星带宽度达到了3亿公里。是的，3亿，亿以下的单位在这没有资格出现这相当于太阳到地球1个折板的距离了。而且千万别以为这些小行星有多大在这50万颗小行星当中，最大的一颗是矮行星谷神星了，其直径约为950公里，还不到月球的1/4大其余的小行星则更小，有的甚至真的就是微如尘埃了。所以试想一下，把50万颗陨石放到3亿公里的环状范围内，每一颗陨石的平均距离能够达到数十万公里。想要在这么广阔的空间里面撞上一颗小行星，那还真要用尽中彩票的幸运了。据说科学家们测算过数据太空飞船在小行星带撞上陨石的概率大概只有10亿分之一。要知道最难中的彩票大乐透，想要一次中得头彩，概率仅为2000万分之一那如果你都能够在小行星带里面撞到一颗陨石了，等于就能用同样一份幸运去中5份大乐透这是什么概念？来想想，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呢？所以嘛，人类发射的探测器在穿过小行星带时呢，根本就不会把撞上陨石的可能性考虑进去的，因为谁也不会为了规避这10亿分之一的概率而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嘛。而且话说回来了，陨石不是你想撞就能撞得到的，你真想要跟他打个满怀，人家还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百步穿杨用来形容靶子很准，但如果从地面上放一件直径400公里高，还以2.8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飞行的一个直径只有0.8米的靶子，又该怎么形容呢？太难了。
但这不正是太空对接的常规操作吗？我就好奇了，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看起来却是像在玩游戏的太空对接，到底怎么完成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弄明白。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太空对接发生在1966年，在双子星座8号载人飞船和阿金纳号火箭的最后一击之间展开。那一次的结果呢，显然不如你今天能够看到的这样平滑，可以说那是相当的激烈啊！因为就在对接上之后呢，他们便开启了一种猛烈的翻滚模式，让坐在里面的2位宇航员不得不马上操纵飞船与阿金纳号分开，接着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仍然在滚动中的飞船稳定了下来，并紧急返航，上演了一出绝地逃生的大戏。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刺激的大戏改由好莱坞来完成，真正的太空对接呢，则进入了如丝般柔滑的地步。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分别安装在载人龙飞船头部和国际空间站上面的对接口叫做国际通用对接口，是目前最为先进的设计了。装在主动方，也就是不远万里都要赶来汇合的飞船和被动方空间站上面的接环非常的类似，都有这样的3瓣金属导轨，能够在它们交错起来插在一起时将彼此引向准确的位置。但不一样的地方，恰恰也是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主动方的接环后面还装着这样6根可以自由运动的连杆，使得它跟飞船之间形成了一个软连接。于是哪怕一开始飞船和空间站对的不是太准，角度也不是太直，也没有关系，因为软连接照样可以拧着身子顺利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扣在一起后再慢慢的将飞船拉近，顺便把它调整到完全对齐的姿态，随着一声非常轻柔的撞击，飞船和空间站紧紧的吸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就轮到硬连接出场了，它们位于软连接的外圈，是很多能够彼此相扣的栓锁，看上去就一副坚不可摧的模样。同时扣在一起的还有飞船与空间站的电源接口和数据接口了。最后加压开舱门，热烈拥抱，看起来一气呵成又理所应当，只能用过瘾来形容。此时如果阿姆斯特朗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会流出2行老泪。对了，我忘记说了，刚才那个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对接的宇航员之一，正好也是后来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第一步的阿姆斯特朗。看来英雄从一开始就不会平凡啊！把这句话用在对接口上也是这样的。你别看现在的国际通用对接口长得这么科幻，其实它也是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往前走一点是这个样子的，少了几分科幻，但雏形已现。装在航天飞机上对接到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上面。再往前走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装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张开的花瓣，想来舒适度应该是差了点，因为没有软连接嘛。但思路已经对了，它用在了哪儿呢？用在了将2个太空竞赛的对手拉在一起。1975年，美苏2国约定各自发射一艘载人飞船，在太空上实验他们刚刚联合开发出来的这套对接系统。于是，一艘阿波罗18号飞船同一艘联盟19号飞船就这样连接在了一起。飞行员走过，应该说是爬过中间的过渡舱段之后呢，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成为冷战中的高光时刻。当然，如今的国际空间站上可不只有这个国际通用对接口，实际上它才刚刚装上去。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空间站上面的载人任务都是由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完成的，而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叫做 SSVP 的接口系统，由长在主动方头顶上的探针和被动方凹进去的锥套组成。尽管没有像前一个对接系统中的软连接部分，但由于探针顶进去的是一个锥面，锥面有助于帮探针滑向中心，所以还是允许了一定的误差。这个过程叫做软捕捉，当探针最终进入锥孔，里面的栓锁就会卡上，然后探针收缩，将飞船拉向空间站，直到2者的对接环碰在一起并扣在了一起。这个过程就跟国际标准对接口的硬连接是一模一样的了。最后嘛，自然也是一模一样的加压开舱门，热烈拥抱了。说到这儿啊，你大概会跟我一样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空间站上会使用什么样的对接口呢？其实从视频和图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使用的是国际通用对接口。本来嘛，中国空间站的初衷就是要向全世界开放，为全人类造福。不通用怎么行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期期都带你长见识。这是海王星，太阳系最边缘的一颗行星啊，距离我们超过40亿公里。迄今为止，到访过它的人造物体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枚旅行者2号探测器了。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旅行者2号在1989年8月靠近海王星时拍到的真实画面。想想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啊，因为对任何从地球上扔出去的物体而言，想要到达这里呢，都是极不容易的。首先，第一是速度。在太阳系里面呢，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坑，谁想要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都得要跟太阳好好的掰扯掰扯。尤其是当你离这个坑的中心还特别近的时候。众所周知，地球在太阳系当中呢排行老3，
我说的当然是距离上的。除了水星、金星以外呢，就是地球挨太阳最近了。于是想要从这里发射一枚探测器，逃离太阳引力的魔掌，去往太阳系的外围，甚至跟太阳系说拜拜，那简直没有任何的可能啊！因为哪怕我们使用最强大的火箭，它们也只能为探测器提供大约每秒10公里的速度。而计算显示从地球出发，想要逃离太阳系，速度必须要超过42公里每秒才行。哎呀，这也差得太远了吧？算了，没啥指望了咱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太阳旁边得了。但天文学家会这么规矩吗？不他们就琢磨出来了一个办法。出门旅行怎么能只靠我们自己呢？必须得拉上朋友帮忙才行啊！而且他们都还是大朋友，行星。是的，2个方面。第一，由于地球本身照着太阳的飞行速度呢，就有大约30公里每秒了。于是，只要咱们顺着地球的运行方向把探测器给甩出去，它在获得速度加成之后呢，就至少有了40公里每秒的速度了。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离那个42公里每秒的阈值不差什么了呢？好，第二剩下的速度去问别的行星要呗，这就是所谓的引力弹弓了。咱们这儿呢就不再展开了。如果你想让我详细的讲一讲，就在此刻的弹幕上扣个1吧。简单理解就是在我选择以合适的角度切入某颗大质量星体的附近之后呢，便可以利用它的引力对我的拖拽，实现加速抛射的目的。现在很多的深空旅行都会利用到引力弹弓。但是对于旅行者2号，当然还有1号来说呢，他们要用的引力弹弓又特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做梦都想要到太阳系的外围去看一看时，他们突然就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经过一番缜密的计算之后呢，他们发现一场175年一遇的天文奇观即将发生。届时地球、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将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排列状态，从而能够允许一枚探测器在一次任务当中分别借助它们的引力，将它们全部访问一遍的同时，还获得了离开太阳系的船票。这便是旅行者1、2号的任务了。不过，算出轨道是一回事，要把这个轨道放到太空当中，还要让2枚探测器准确无误地沿着这条轨道前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拿第一个弹弓木星来说旅行者号想要从它那里获得动力，并且还不偏离自己未来的方向的话，它必须要在准确的时间点、准确的距离上穿过这个窗口才行。这个窗口有多大呢？直径大约150公里，相比起木星可能连睁眼都算不上吧。而且旅行者的穿越速度还是惊人的每秒10公里所以任务的成功执行必要的2个条件就是超级准确的速度精度和位置精度。那么旅行者是如何做到的呢？主要靠这几个系统：天线、太阳传感器、恒星跟踪器、微型推进器和陀螺仪。第一步旅行者在旅行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之内呢，都必须要将它的天线对准地球才行，这样它才能够跟地球保持通信嘛。于是位于天线罩上方的这个太阳传感器呢，就会不断的控制这几个调制推进器，来让自己始终将太阳框在圆心当中，等于是锁定了旅行者探测器的 X 轴与 Y 轴方向。那 Z 轴呢？要是你不锁的话，旅行者还是可以这样滚动好，这是恒星跟踪器要干的事了它正好跟太阳传感器呈90度角，通过将空中指定的明亮恒星框在圆心，实现了对 Z 轴的锁定。当然也要借助调制推进器的喷射了。于是乎呢，旅行者的天线就能够始终对着地球不偏航了。可是它还有任务在身比方说在路过木星、路过土星、路过土卫六的时候，还必须要转过身去给他们拍照才行这一转身不就迷失方向了吗？怎么可以呢？所以才要叫上陀螺仪的帮忙嘛。它可以精确地记录旅行者在3个轴向上所转过的角度，并通过计算来继续保持航向。那又是怎么计算的呢？通过不停地跟地面交换信号实现的。由于光速不变所以通过信号收发之间的时间间隔，就能够计算出旅行者号相对于地球的距离。再通过2次信号测距之间的距离差和时间差呢，就能够得到旅行者号的实时速度数据了。然后不断地测量这些数据就能够将旅行者号在太空当中走过的路径给绘制出来了。拿这个路径去对比标准路径，如果有偏差，就及时打开推进器调整，不就好了吗？然后如果速度有偏差呢，也能调的因为在旅行者的背面呢，还有几个调速的推进器，速度不够正着推，速度过了倒过来推，就能够始终把旅行者控制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上，正是这套系统的出色配合，当旅行者2号路过木星，问对方要弹力时，它跟设计之间呢，只有1.4秒的时间偏差和60公里的距离偏差，相当的不可思议
大家好，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中的这个小点，它叫做蓝色的圆点。此圆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可爱的地球。1990年情人节那天，正在脱离太阳系飞往银河系中心方向的旅行者1号转过了身，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那个时候呢，他离开自己的出发地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已经足足有61公里了。在此之前，完成了访问木星和土星的任务，并且第一次近距离飞越了土卫6，让人类了解了这颗土星最大卫星的大气组成。看到这张照片啊，往往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但其实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地方，那就是假设我们反过来啊，需要从照片的拍摄地出发，在飞行了12年，飞过了61公里之后呢，还能够准确地降落在那个原本看起来连1个像素都不到的星球的表面，这一切简直充满了魔幻的感觉。换句话说，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准确地导航到5500万公里以外的火星、15亿公里以外的土星和50亿公里以外的冥王星的？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太空当中是如何导航的。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地面上来啊，看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地面上的导航是如何工作的呢？我总结了一下，无外乎就3个要素：准确的地图、精确的位置和详细的路线规划。这3样东西要么已经长在了我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被装到了导航的软件里。我举个例子啊，我闭着眼睛都能够从家里面走到公司，就是因为我既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也知道我的公司在哪儿，还知道连接起他们的街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在从家走到公司的途中呢，我就能清楚的知道我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在什么样的位置。都这样了，还能走丢吗？想想看，导航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干的呢？只不过地图换成了卫星地图，位置换成了由 GPS 或者北斗来提供，路线规划嘛，直接交给算法，本质上还是一个道理。那么换到天上去，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一个逻辑来工作呢？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地图，它跟地面上的地图唯一的区别只是它会运动。乍看起来啊有些棘手，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复杂多少，因为这个会动的地图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我们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弄明白它的运动规律了。蒂古·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分别用他们精确严密的观测、行星运动3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来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这3个人中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想到，仅仅在400年以后，未来的人类居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理论，从地球出发，去到那些他们根本就无法看到的宇宙深空。今天我们只需要对某一颗星体进行少数几次的天文观测，就可以计算出它们精确的运行轨道与运行速度等重要信息，从而掌握它在未来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就像是你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地的准确位置一般。第一步，地图已经搭建完成了。第二步啊，就是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怎样才能像在地面上一样随时获得精确的定位信息呢？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我重点介绍其中的3个。首先要说的也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啊，那就是曾经在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了——六分仪。它通过将海平面与一颗已知位置的恒星重合在一个平面上来计算出航船当前所在的位置。比方说在北半球，想要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是多少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利用北极星就可以了。在六分仪当中，通过活动臂把视线当中的北极星对齐海平面，活动臂在圆弧上指出的读数就是当前的纬度了。当然少了精度也不行啊，六分仪依然是可以完成的，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钟、心率和一阵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其实啊，宇航员手中的六分仪和航海员手中的六分仪工作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对准的目标有点区别罢了。太空当中，六分仪自然对准的是一些已知的星体嘛，比方说太阳、其他明亮的恒星和行星等等。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当中呢，六分仪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起到了调整惯性导航系统所产生的误差的作用，更是在阿波罗13号发生氧气罐爆炸断电之后，电脑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成为唯一可用的导航工具，成功的把3名宇航员带回了地球。跟六分仪原理类似的导航系统还有恒星追踪器、太阳传感器、障碍物导航相机等等，它们都能利用一些特定的星体使航天器自主的飞向目标，我们就不再展开来说了。
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利用位于地球表面的几个不同天线来帮助航天器定位了。NASA 使用的是分别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深空网络来进行的，而我国马上就要开始的火星探索任务天问1号则是通过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组成的深空测控网，以及我国射电天文观测网的 VLBI 测轨分系统来实现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计算发射和接收信号时的频率偏移与时间间隔来确定航天器在太空中的位置、方向和速度的。据说精度可以达到3米左右，你拿它跟要飞过的几十亿公里对比，就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有多魔幻了。还有第3种导航的方法，不过现在还处在理论阶段，那就是利用脉冲星来导航。原理其实跟我们在地面上使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啊，只需要接收到3颗卫星的信号，就能够通过三角定位法计算出你所在的位置了。因为这3颗卫星的位置一致，你接收到它们发射出信号的精确时间也是一致，这就够了。恰好宇宙当中天然就存在着这些卫星。脉冲星由大质量的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形成，是一种高度磁化、快速旋转的中子星，所以能够非常有规律的向宇宙当中辐射出电磁信号，精度简直可以跟我们用在卫星当中的原子钟媲美。再加上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又是固定的，所以刚才说的拿来定位的2个条件它都满足了，自然就能够被当成是免费的导航卫星来用嘛。只需要在我们的深空探测器上面装上能够接收它的脉冲信号的设备就可以了。有了这个人类的精确太空探索将不再局限于太阳系了，未来可期。好了，说完了地图定位，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线路规划。它的重要程度呢，就等同于导航软件是帮你选了一条又远又偏的小路，还是又近又好走的大路了，省了时间也省了路费。太空当中的路很好走，因为太空真的很空嘛，它主要的问题是太远了。但由于星体都是在运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相对起来它们距离较近的时候去拜访它们嘛。不光如此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路线，允许我们只用一点点的路费就一下子去串好几家的门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发射窗口器和轨道设计了。它们配合的好的话，简直天衣无缝啊！比如喷气动力实验室的加里·弗兰德罗就在1964年设计出了这样一条轨道，可以允许一个航天器利用各个星球的引力弹弓效应来一次就拜访完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而且还能将原本需要花上40年的时间缩短到只需要10年不到。前提是它必须要在1977年发射升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著名的旅行者2号了，堪称经典啊！好了，地图定位和路线，这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导航的几个要素了。说完了，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难理解，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故事讲给你听。本次进入太空的3名航天员在为期3个月的飞行阶段呢，还会进行2次出舱活动，所以就必须要穿上这种十分厚重的舱外宇航服了。那么在穿这套衣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它是只需要这么往身上一套就能出舱了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尽管科幻电影《地心引力》告诉我们，这套厉害的舱外服只要一穿就能立马出舱，一脱就能立马。一种是让宇航服变得硬一点，靠材料本身的强度来抵抗压力差；另一个是减少压力差的来源，也就是降低宇航服内的气压了。2种解决思路呢都有亮点，但也都有缺点，我们分别来看看。如果把宇航服做得足够厚实，就像是潜艇的压力外壳一样，是啊，哪怕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大气压，它也肯定是膨胀不起来的。但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增加宇航服的重量，限制宇航服的灵活性啊。它们一个是对火箭的运力不太友好，另一个是对航天员的活动不太友好。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呢，火箭能够送上天的重量本身就小得可怜啊，在紧紧巴巴的情况下，当然是能把东西做轻一点就尽量要轻一点嘛。后来呢，随着火箭运力提升呢，好像重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了，那就集中力量来攻克灵活性吧。为此，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NASA 的确进行过一次专门的尝试，那就是开发一个由很多硬质的球形关节组成的，看起来像极了米其林的宇航服了。它叫做 AX-5， 待在里面的航天员呢，可以享受到跟舱内完全一致的大气压，而坚硬的盔甲呢，又不会让它在走出舱外后膨胀起来。球形关节做过模型的朋友都知道灵活性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的。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让航天员套完之后呢就立马出舱。不过可惜的是，这套舱外服啊，最终由于经费的问题被迫下马了。这就是第一种思路，没有结果。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思路啊，降压。如果把舱外服里面的气压降低，膨胀问题不是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吗？但是啊，降压又会带来另外2个新的问题，一个是会让航天员出现类似高原反应的症状，爬山的时候高反就已经够危险了，更何况是在太空里面呢？为此，只能给航天员吸纯氧才能解决。这个好办啊，让舱外服里面的呼吸系统直接提供纯氧就可以了嘛。那么第2个呢，就要麻烦一些了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减压病？它是一种由于被血液过多溶解的氮气得不到及时排放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疾病，常常发生在潜水员身上。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不仅会溶氧、溶二氧化碳，还会融入空气中含量最高的氮气，而融进去多少呢，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外部压力环境了。外部压力越高啊，我们肺里面的气压也就越高，让越多的空气融到了血液里面，其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很容易就被吸收分解掉了，但是氮气却累积下来了。如果压力环境缓慢改变的话，这些积累起来的氮气呢，也会缓慢释放，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一旦外界压力发生巨变，氮气的释放就无法完成，它们因此在血管里面形成大量的气泡，轻则带来疼痛，重则造成血栓，最后呢，甚至会撕裂心脏，所以非常非常危险。潜水员在上浮的时候会从高压环境回到正常压力环境，因此需要慢慢来，好让血液里面的氮气无害的释放出来。同理啊，航天员在穿上低压的舱外服时，也是从一个相对的高压环境里面过来的。如果不慢慢减压的话，自然也会患上减压病的。他岂不穿衣服这个动作必须要维持很长时间才行吗？好像也不太现实啊。所以目前的舱外服是这样解决的，把2种思路结合，折中一下，在能够硬的地方呢，尽量硬一点，同时也不要把里面的气压搞得那么低嘛，稍微比标准大气压低一些，但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大约是1/3到1半之间，这样呢就减少了排氮所需要的时间了。另外，航天员当然也不用傻乎乎的用慢动作来穿舱外服了，只要在穿它之前先吸一段时间的纯氧就好了。在之前的航天飞机上呢，他们是这么吸的，有点提前受罪的感觉啊。而到了国际空间站上，他们就只需要在独立的气闸舱里面睡上一觉，便能够完成吸氧排氮的过程了。但总归就是不能衣服一换立马出舱。好了，这是现状，的确跟电影是不一样的。不过未来随着空间探索的日益频繁，尤其是登陆火星这种更加凶险的环境啊，迅速出舱一定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谁能够最先交出答卷吧。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在太空中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问题啊，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虽然氛围友好，分析理智，脑洞清奇，但总的说来，还不就是在猜吗？其实啊，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是的，不是开枪，而是直接就开炮了。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23毫米口径里克特 R23 机炮，它被装在伪装成礼炮号空间站的金刚石载人轨道器上，成为唯一一支的人类在太空当中打响的第一炮。所以，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装上一门炮呢？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时间回到冷战啊，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呢，明白了一个道理，站得越高呢，不仅看得越远，还能打得越远。于是，在都有了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经历之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于是，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器，比如轨道轰炸机、轨道拦截机之类，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计划，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间谍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 B 飞船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成。计划飞行7次，前2次呢执行的是无人任务，后面5次则为载人任务。
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但由于 NASA 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根本就顾不上来。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呢，对自己又没啥信心，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很快啊，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一次无人任务之后呢 ，MOL 就正式宣布停止了。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再看苏联那边，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名鼎鼎的切洛梅设计局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地方目标，代号金刚石计划。它在某些方面呢跟美国的 MOL 很像，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先说一样的啊，它的基本组成呢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 VA 飞船和一个在轨舱段 OPS。在被质子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爬进轨道舱里面了。他们在这儿将经过30到60天的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舱回到地面上了。以上啊都跟美国的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思路一致，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当宇航员最多是3名坐上返回舱离开轨道舱之后呢，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2年左右，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 TKS 货运飞船了。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他负责把补给送上去；而当宇航员需要和他一起上去时，他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连人带货一起飞。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跟他对接在一起的，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是的啊，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有没有感觉到 SpaceX 的原型呢？当然啊，这样做相当费钱啊。在美国依然拽着 MOL 不放的时候，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但是1969年，在美国已经取消了 MOL 计划之后呢，苏联人有放下吗？没有，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的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好，毕竟我在明处，你在暗处，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礼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继续推进了下去。所以礼炮2号、礼炮3号、礼炮5号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1、2、3号了。当然1号没有成功，2号和3号则都成功的各送了3名宇航员上去。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礼炮3号上面，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不对开炮是在3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比较遗憾，但是可以理解啊。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啊。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虽然感觉很 low，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苏联人其实很想让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但他们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其次，最重要的是，根据牛顿第3定律，炮弹一旦发射出去，就会产生反作用力，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让它失去稳定，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谁也不是100%能够确定的。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的好啊。于是，在遥控着打完了一梭32发炮弹之后呢，据苏联人自己说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至于真的有没有呢？那谁也不知道了啊。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最终会跑到哪儿去呢？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当然不会啦，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如果只是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注意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但是 R23 机炮的初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就这还远远不够呢。
在开炮之后呢，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势能，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不断减速后，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是的啊，你朝前面开炮，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非常反直觉啊。同理，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超越空间站，跑到它的前面去了。那要是垂直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近地轨道炮弹，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摩擦后，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烧光光的。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4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实验空对空，应该说是轨对轨导弹的。但是金刚式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前国防部长呢，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于是直接就掐断了研究资金，从此金刚式计划宣告终结了。不过，即便是这样呢，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啊。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